我敢说，于禁之上绝对是一出不平凡的悬真剧。在最美丽的陪葬品那支影片结尾就已提过，廖思远看懂了莱拉，大家看懂了于禁之上没？肉眼观不透，要凭心眼，还需一点点智力的加持。当时这样说，是因为看过最先几集之后，便意识到这不简单地只属一出悬真剧，它还多出了哲学意味的层次，格调自然大不同了。只有凭心眼，才能观于无形，辨于无色，解构每一个最不起眼却又最关键的细节。最初是因为王子奇才关注于禁之上，后来是因为被剧情强烈吸引而不断追看。隔着屏幕深度探索那一张张人脸鬼脸谁真谁假，每个角色之间互相牵扯交错，身份的转折和置换瞬息万变，幕后黑手四线还藏。其实像这样要求高水平洞察力的悬疑推理剧，出品方是应该体贴一点，提供导读材料的。不然即便观看同类剧集的观众，一时三刻也难以消化。导读是很重要的，就像你去旅游，参观当地名胜古迹，你需要一位导游，解说每个景点背后或悲壮或感人的故事。你到博物馆参观，也需要一位导赏员，为你阐述某件超凡艺术品的文化底蕴、成就背景、珍藏价值在哪，该从怎样思维角度来品鉴。一方娓娓道来，一方后获而回。可惜一直到于禁大结局，都不觉有相关的导读文案或影片出现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只好在大结局之后，完整看到该剧的全盘布局，自行给它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总结。不过本集且先专注王子奇的演出方面，关于该剧的评赏，会在接后的影片里逐一和大家分享。言归正题，出幽入明王子奇。演廖思远的角色难度有多高？一言蔽之，那是出幽入明的凶险。首先，廖思远患有 DID， 全称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。DID 患者本身就是游走于生死二界，与鬼魂打交道，甚至依靠与鬼魂共生才得以存活。如果廖之白没有在廖思远的意识里出现，廖思远可能早在那场灭门大火之后，选择了自毁而死。虽然剧中也有几个部分谈论到 DID 患者会出现的症状，但为了将就全剧的篇幅，也只能草草带过。实际上真正的情况要比剧中提及的复杂上千万倍。患者可能分裂出超过2个以上的人格，多至10几、20几也有。每个人格拥有独立思维、记忆，甚至不可思议到拥有独立的生理状态。这些人格有的互相认识，有的互不相识，有的你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有的是老人，有的是小孩，可以是女性，可以是男性。那你说，这些独立人格跟灵魂有什么分别？跟鬼魂又有什么分别？试想，一个大脑装载多个灵魂的记忆，运作着多个灵魂的行动，每个灵魂不同时段占据了身体的控制权，24小时不眠不休，超负荷使用，能不垮掉吗？在第7集，廖思远和树河打架，撞昏后醒来，他童年时的主诊医生便做了个比喻来提醒廖思远，说一台电脑要是一直处于开机状态，并以超高速运行，那么它的中央处理器很快会烧毁。在旧时代， DID 患者会被认为被邪灵附体，人们甚至请来驱魔术士给患者驱邪驱鬼。今时今日，即使已被医学界归入精神科，但对于 DID 的诊断仍然具有高度争议性，存在2种对立的理论模型。由此可知，当王子奇在镜头下演着廖思远的时刻，必然也进入一种极度透支的混乱精神状态，徘徊奈何桥畔，分不清途经者是真实还是虚拟，凶险但不自知。直至导演一声咔，才猛然惊醒，抽离角色，重新切换为王子奇模式。但是，不是说你想要抽离，便随心所欲的可以抽离。认识一位担任幕后工作现已退休的长辈，他曾谈论过，演员为求逼真，会尽量投入角色，有时走火入魔，电影拍完了却久久不能抽离，情况严重的会患上情绪病。在诸多剧种里，让他觉得最具危机性的，倒不是激烈武打或动作片，却相反的是耗费体力较少的2类剧种：一、经历灵异片；二、精神疾患片。不巧这2类剧种正是一对无法分割的连体婴，演其一即是演二者，因为都是处于脱离真实的幽冥境患。
那位长辈说他本人就见证过一些优秀演员，因为演出相关角色后不能自拔，感觉长期被灵体如影随形黏附着，及后患上严重抑郁症，走上自残自毁之路，让人万分痛惜。入戏容易出戏难，进入幽冥幻境后抽离，这之间需要一个很长的冷静期来缓冲精神和心理状态，也得配合相应的减压活动平复身心，在剧与剧之间抓紧时间，做一些平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以助找回自身。而不断的进入、抽离、平复是一种巨大的心力耗损，久而久之演变成无言的创、无形的伤、无期的痊愈。这就是拍这类戏剧的凶险处，有别于肉眼能见的创伤，总有复原结痂的一天。不过长辈也论及，另有些优秀演员演同样片种，像是有免疫力的，尽管投入度极高级逼真，可出戏后隔一段短时间就能收拾心情，恢复正常的自己。他说，这类人真有出幽入明的本领，而且都有好几个性格上的重要共通点。王子奇拍完于禁之上，抽离的也算是妥顺，那么在性格上，他当然也具有上述的共通点。好了，这里我就给大家出一道考题。我们的王子奇有着什么样的性格？答案在下一集演于无相王子奇一并揭晓。如果你也有什么特别看法，请留言和大家分享。再见。是谁